接着来学习装饰，包括四肢、肉垫、五官、帽子、背带、领子、蝴蝶结、皮标和尾巴组成。先来学习四肢的钩织，由手和脚组成。先钩织手，手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要大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 ，R1 是 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一针。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十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勾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十字短针就钩好了，后面简称短针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继续钩第2个短针，穿入起针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勾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第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4、5、6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在这第一圈第1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穿入，
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，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勾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二圈 ，R2 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勾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勾6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在此处勾2个短针，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勾边收一下。一针，再穿入同一针目勾短针，两针，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勾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，这一圈一共要勾6个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勾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要核对一下针数，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，1、2、3、11、12，这一圈一共12针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。引拔针完成，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，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织，注意后面钩织过程中也需要换色，换色的方法和之前类似，只是这里换线后不需要往返钩织，正常绕圈钩织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端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手，这样手的钩织就讲完了。手钩好后，将它缝到主体第26到第31圈，在主体大致两边缝合。注意主体有引拔针的这一侧朝后，两只手间隔约15针。缝合时稍微倾斜，手后面的几圈也和主体缝几针固定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将手最后一圈捏扁缝合。
然后缝在对应位置。将线在里面过渡一下。最后将线头打结收好。这样一只手就缝好了，另一只手对称缝合，这样手就讲完了。手缝好以后，下面来钩第二部分。下面来学习脚的钩织，脚也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2个织片组装而成，织片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有 T 位中长针加针、F 位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用线随机，具体线材参考图纸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前2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先依次钩4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这样一个中长针加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4个长针加针，先来钩第1个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这样一个长针加针就钩好了，继续再钩3个。钩好后，对照表格把剩下的钩完。完成后，引拔结束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4圈也钩好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3片，其中1个也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另外2个预留约6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脚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缝合脚，先将2个脚织片缝合好，然后再将脚缝到主体第14到20圈，在有手的这一面缝合，2个脚之间间隔约19个短针。缝合的时候，最后2圈长针位置朝上，稍微偏两侧一点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分别取出一个长线头织片和一个短线头织片，然后用预留的长线头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卷针缝合好。
将预留的短线头放在里面。这样2个织片就缝好了，多余的线头先不剪断，然后用剩余的线头将角缝到主体对应位置，将任意一面与主体缝合。缝合的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打结藏好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一只角就缝好了。缝好后，将另外2个织片也缝好，然后在主体对称的位置缝好即可。这样角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肉垫的钩织。肉垫分为小肉垫和大肉垫，小肉垫共8个，大肉垫2个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肉垫都钩好，钩好后先分别缝一个大肉垫，然后在上方均匀的缝上小肉垫，缝合时都是反面朝外，沿着最外圈的针目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将大肉垫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肉垫一圈缝合，缝好后打结藏线。
这样一个大肉垫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由耳朵、眼睛、鼻子和腮红组成。先来学习耳朵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外耳和内耳组成。先学习内耳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4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针先钩2个引拔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1针，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最后再钩2个引拔针，预留线头断线，然后收针，从第1个针目中将线头钩出，再从线头所在位置将线头钩出。这样一个内耳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内耳，这样内耳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外耳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，把最后1圈前都钩好。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现在来钩织最后1圈。这一圈要钩织短针减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先依次调左侧2针的前半针，将线钩出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这是一个短针隐形减针，继续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然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个外耳，这样外耳的钩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组装耳朵，先将内外耳组装好，然后再缝到主体，也就是有手的这一面。从往返钩织的这一行往上数，在第11行到第13行缝合。耳朵后面与钩边入针位置对齐。下面请看演示。
先将内耳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它缝到外耳，外耳有引拔针的这一面朝后。然后将内外耳缝几针固定，注意不要缝到另一面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接着用外耳预留的线头将外耳收口，从每个针目的前半针穿过。穿大致一半后，抽紧线头，用外耳预留的线头将外耳缝在对应位置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牢固即可。注意缝合时内耳朝前。缝好后打结长线，这样一个耳朵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把另一个耳朵也缝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鼻子的制作，由鼻子织片、鼻头和人中组成。先钩织鼻子织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先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前2行钩好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减针，这里调针目钩织即可，调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继续把这一行钩完。
勾好后，来钩织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外围一圈钩短针，这里的短针数量不固定，钩好后织片平整就可以。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。断线，然后收针，这样鼻子织片就钩好了。接着将织片缝到主体前面，大致中间位置，下方与主体圈钩的最后一圈对齐。缝合时，将最后一圈反面朝外，然后沿着针目缝合。缝合的方法和大肉垫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这样鼻子织片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绣制鼻头和人中。先在鼻子织片上方大致中间位置绣一个倒三角，然后在之间填满线段。再向下绣人中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节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材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抽取其中3股，先固定好线头。接着先绣一个倒三角，接着绣线段，将之间填满。绣好后，再向下绣一条约0.5厘米的线段。最后把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鼻子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眼睛，先钩织织片，然后将织片竖向摆放，都是在左上方一点的位置绣制眼白，左右不用区分。大家先将织片钩好，钩好后来绣制眼白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节约15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
然后在织片反面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出针，绣一个吉利绣作为眼白。左手大拇指压住缝针，然后在缝针上绕线2圈，再把缝针穿到反面，稍微拉紧，这样一个眼白就绣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个织片的眼白也绣好即可，这样眼白就讲完了。下面用织片预留的线头，把眼睛缝到嘴巴两侧，间隔约2针，下方与嘴巴间隔2圈，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从起针位置调一根线穿入，接着缝到对应位置，沿着眼睛一圈缝合。注意缝的时候不要缝到眼白。缝好后，在反面藏好线头即可。起针的线头也可以带到反面藏好。这样一个眼睛就缝好了，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眼睛也缝好即可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腮红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6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先依次钩4个短针，接着钩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，先钩3个短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中长针，这样中括号里的针法就钩好了。继续把这一圈钩完。
最后在第一针位置再钩一个中场针，2个短针，最后引拔，预留约20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腮红就讲完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腮红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用对应颜色的线在正面缝3条小线段，然后用腮红预留的线头将它正面朝外缝到眼睛下方间隔1圈，在旁边一点位置缝合，沿着针目与主体缝合，注意由引拔针的这一侧朝上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帽子的钩织，由主体、装饰和纽扣组成。大家对照表格，分别将其钩好。帽子最后一行最后一个短针，挑针目和起立针钩织。最后预留约40厘米线头断线。钩好后整理一下形状，这样帽子主体就钩好了。钩好后来组装，先在帽子第9行最后一针下方一点缝上纽扣，然后再缝合装饰，最后将帽子缝到主体。下面请看演示。接着用帽子同色线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细一点的缝针，先在帽子里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在对应位置缝上纽扣，可以多缝2针固定。打结3号线头，这样纽扣就缝好了。接着用装饰预留的线头缝到帽子起针位置。缝好后在帽子里藏好即可，开始的线头也穿到帽子里藏好。接着用帽子预留的线头将帽子缝到主体，沿着外围1圈缝合，在2个耳朵大致中间位置缝合。
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废线头，将帽子大致撑起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主体里藏好，这样帽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领子的钩织。领子有相同的2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在领子第2行缝上线段，一个在正面缝合，另一个在反面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2股穿入缝针。这里我已在反面缝演示。在反面缝时，在正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出针缝合。每个小线段间隔1针。缝好后，在正面藏好线头即可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另一片领子的线段也绣好即可。注意，另一片在正面缝，下面将领子缝到主体2只手之间，起针位置朝上，与第2个色段最后一圈对齐。2个领子间隔1针，有弧度的这一侧都是朝里，然后用预留的线头沿着针目和起针位置缝合。下面大家将其缝好即可，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蝴蝶结的制作。先剪约6厘米的丝带和3厘米的丝带，可以将丝带两边用打火机撩一下边，再剪约15厘米领子同色线，抽取其中1股穿入细一点的缝针，一端末尾打结，然后将6厘米的丝带两端向里折，折好后宽度约3厘米，再对折。这里的宽度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接着用3厘米的丝带对折，然后沿着中间绕一圈，
接着用缝针缝几针固定。缝的时候注意不要穿过蝴蝶结。缝好后再将它缝到领子中间，这样蝴蝶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背带，有相同的2个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其勾好即可。勾好后，将它缝到主体前面，上方在2个领子左右，下方与第一个色段倒数第3圈缝合，之间间隔约15个短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。缝好后，在下方这里分别缝一个纽扣，用背带同色线拆2股缝合。下面大家也自行将其完成，这样背带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其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开始大致中间位置，沿着最后一圈的针目和主体缝合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开口放在对应位置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位置随机。跳最后一圈针目与主体卷针缝合。完成后，将线头在反面顺好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装饰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包带的制作，由固定带和包带组成。先钩织固定带，钩好后将它缝到主体的另一面，上方距离边缘约2厘米，下方间隔约8行缝合。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。接着来安装包带，先在主体第12圈两边各缝一个 D 字扣，2个 D 字扣之间间隔约23针。下面演示一下 D 字扣的缝合方法。使用钩织主体织片的线缝合。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固定牢固后，将线头打死结。穿到反面，顺着纹理收好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安装包带，将包带从
固定带穿过，然后将两边扣在低字扣上，这样包带就讲完了。这款包包也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